1979年的一天，在开往呼和浩特的普快列车里，乘客们被忽然出现的一个大鼻子老外和他的相机惊呆了。有人从椅背后面探出脑袋，有人缓缓放下了手中的瓜子。拍照的这个老外是阿德里亚诺·马达罗，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作家，中国老友都习惯叫他老马。1976年，老马拿到了人生中第一张中国签证。在那个西方记者极难获准进入的年代，他便闯入了这个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国度。此后数十年，他成了这里的常客，留下了成千上万张底片。与许多构图考究、光影精致的摄影师不同，老马的照片更像是一篇率真的日记。那么今天就请跟随时差一起翻开这篇朴素的影像日记，走进那段过去的岁月。70年代的北京，中国话剧团门前排队买豆腐的人们，当时买限量供应的豆腐是需要听消息的，一旦副食店到货，周围的居民便会迅速汇聚。同样在排队的还有千里之外的西安，人们习惯拿着自家的搪瓷盆来到国营加工店门前，不是为了买，而是为了用定额的面粉换取新鲜的切面。面食是北方餐桌的常客。1977年，北京饭店后的胡同里，孩子正帮大人照看着三轮车，笸箩里放着附近餐馆订购的宽窄面条。进入80年代，随着改革开放，食物是最先体现在市场上的自由。西安的街市上，热气腾腾的食客们吃得大汗淋漓。开封街头正在为凉粉调味的老人。70年代末，移动小吃摊是个体经济的先锋，这些摊位率先打破了单一的餐饮供应。绿皮火车时代，车厢大多拥挤闷热，趁着停站的间隙，疲惫的人们挤下车活动筋骨，顺便买些干粮熟食。这些站台上的补给支撑着他们挨过下一段旅程。1978年后，政策松动，农民也可以带着自家的瓜果蔬菜进城摆摊了。这位卖樱桃的商贩抬头撞见老马，先是一愣，随即捧起一捧红樱桃向他推销起来。奶奶忙着喂饭，可小孙女一副吃饱了的模样。老马发现这种隔代亲在当时的中国很常见。当父母忙于生计时，祖辈变成了照看孩子的主力。杭州街头的熟食摊位，饭菜现成，拎起便能带走。在那个烟火气极浓的年代，这种便携的餐食是解决午餐不错的选择。西安街头的茶水摊，那时物资尚不丰富，摊位上只有茶水和鲜榨石榴汁。像这样的小生意，在70、80年代的中国景区随处可见。躺椅、木凳、埋头扒饭。没有空调的夏天，院子里、胡同口到处都能放下孩子们的饭桌。前门大街的菜摊，挑剩的萝卜缨堆了一地。讨价还价间，市场经济的信号已经显现。太原晋祠门口码着面点的木箱上还残存着过去的印记某某二厂。西安兵马俑景区的不远处，老农已经把自家田里的出产摆上了路边。杭州的马路上，男人蹲在自家门前处理着河鲜，一个巷口，孩子们已经把做糖人的小摊围满。那时一个糖人要5角钱。民以食为天，餐桌的变化总能最先感知时代的体温。车轮滚滚，时间向前。北京的一个路口，等待红绿灯的人们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自行车都是日常出行的主流工具。用彩色丝巾蒙脸，则是北京姑娘们春天防风沙的老习惯。1979年，西单的一家国营商店，橱窗里摆放着上海产的自行车，门前人们围着一辆新鲜的摩托车议论纷纷。马路上穿行的人群，灰蓝色的制服男女莫辨。偶尔驶过的公共汽车，鲜艳的车身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色彩。在温润的南方广州，1976年的公共汽车，它的颜色就淡雅了许多。那时这里也是全国最开放的城市之一。杭州城里满满一车的陶罐被绳索神奇地固定在板车上，这种民间的智慧是在长期劳动中磨砺出的生存技能。
而洛阳街头的板车上，一位生病的爷爷和他的孙女，拉车的奶奶在车上铺开了一床棉被，怕坐不稳，还用绳子拦住爷爷的双脚。通往13陵的神道上，一位农民蜷缩在挂斗里打盹，身旁是伫立数百年的石像生。依靠骡马的车辆彼时还随处可见。西安长乐门外，人与骡子合力拉着装满石块的板车，从面容上很难辨别谁更辛苦。故宫100米外的土墙前，一位年轻妈妈正推车疾行，竹编的儿童车里，孩子与液化气瓶并排而坐。这种万能车既能运粮运菜，也能带孩子出行，常常出现在70年代的北京家庭中。胡同深处，单车的后座上驮起一盆鲜花，一旁的3轮车上载着一个女孩。物质尚不丰富的时代，也有生活的浪漫。车轮在长安街流转，宽阔的广场上，单车、公交车与零星的轿车并排而行，构成了那个时代复杂而典型的速度。开封北部的黄河渡口，驮满货物的单车正在等候渡船。这些承载生计的轮轴正准备跨越母亲河，去往下一站。西安大慈恩寺参观的高中生正神情专注地誊抄着墙上的经文。相比之下，西单北大街等校车的小学生就鲜艳了许多。当时成人的服装色调极窄，往往不超过4种，而孩子们身上却5颜6色。在毛料和棉布都是凭票供应的年代，父母们把有限的选择权基本都优先留给了孩子。军装在那时的男孩子心中有着神圣的地位，哪怕只是一顶军帽，也足以让他们挺直腰板。女孩子则更爱美。日落时分，坐在自行车后座的女孩扎起了漂亮的蝴蝶结，前面的孩子则穿着开裆裤。这种设计极具时代特色，蹲下即可方便，既不弄脏衣服，也解决了街头缺少公厕的难题。渐渐的，新的气息开始在人的身上显现。胡同里有了穿着皮草、戴着大蛤蟆镜结伴而行的女性，地坛公园里穿着蓝色西服的男青年与烫着大波浪的女友亲密依偎。鲜艳的服饰和手中的相机都昭示着某种改变。改变的不仅仅是衣着。西安街头，管理员守着成排的单车，自行车大国里，这也是一份独特的生计。兵马俑1号坑的入口，小贩们正在向游客卖力地推销，一个陶俑的价格能瞬间从10元降到3块。杭州的路边，2位修理鞋包的女裁缝正摇动着他们的补鞋机。绍兴公路的建筑工地上一片忙碌。80年代初，越来越多的工程逐渐开始启动。1981年的杭州龙井茶区，采茶人穿梭于茶林间。尽管6月的空气已有些炎热，但他们指尖采摘的速度快得如同在琴键上弹奏。马达罗拍照时发现，人们越来越忙，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。无论是在寺庙前举着糖葫芦等待顾客的女子，还是在西湖边翠微亭旁休息穿着花衬衫的姑娘，又或者是绿荫掩映下的那对情侣，在扭头对视间对着相机绽放出纯真的微笑。不同的城市，不同的职业，不同的年龄，却有着相似的笑容。这种神采里藏着一种对未来的笃定，人们愿意去相信日子正走在变好的路上。从1976年4月，34岁的意大利青年马达罗第一次来到北京，此后的40多年里，他往返200多次，用他的柯尼卡相机看见并记录了一个曾经的中国。2015年，他的摄影展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。望着满墙的照片，馆长郭俊英感慨万千地说：“照片上那个质朴、安静和恬淡的中国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”